它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最贵、最颠，也是最让人不想醒来的集体幻觉。如果纸醉金迷是个梦，那请让我一直待在这个梦里。如果穿越回到1980年的东京，你第一件事会干什么？如果是我会深深的吸一口气，因为那时候空气里全是钱的味道。很多年轻人问昭和到底有多癫狂？这么说吧，全日本人的财富在睡觉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翻了几番。80年代是日本在全世界收割资产的黄金10年，广场协议的签署，日元在短短3年内对美元翻了1倍，从原来1美元换240日元变成了120。日本银行为了对抗汇率上升带来的出口压力，把基准利率从5直接砍到了2.5%，大量的廉价日币像海啸一样冲进市场。1988年日经收在了30159点，85年日经才13000点，3年多了17000点。泡沫最高峰的时候，整个日本股票市值占了全球股市的45%。这时候的日本企业、东京土地和日本股票完全是一套不属于地球的估值宇宙，因为随便买什么都涨，随便什么人买都涨。1988年，日本国营电信改组成民营公司 NTT 上市，这是一张日本全民的入场券。上市以后，成交价是每股160万日元，2个月以后直接冲到了318万日元。夸张的是，成千上万没炒过股的家庭主妇和老人，凭手里抽中了1-2股 NTT 就可以轻松赚到几百万日元。但泡沫时代没有最夸张，只有更浮夸。当时的日本企业利润高的离谱，只要你是一台合格的职场机器，公司就愿意供你养你一辈子的奢靡。当时有一句传遍大街小巷的广告语：你能战斗24个小时吗？そろそろ特急勝負だ。24時間戦えますか？这是能量饮料的广告，也是500万日本白领的投名状。他们白天在办公室拼命到吐血，晚上在歌舞伎町挥金如土。当时的日本职场没有什么生活平衡，只有效率优先。为了维持这种战斗力，顶尖企业会把精英中层送到深山里参加地狱训练。这些年薪千万的精英在暴雨里对着太平洋怒吼企业口号，这是一种彻底的商业驯化，目的就是抹杀你的个人情感，把你变成一个为 KPI 运转没有任何痛感的精密零件。最荒诞的数据来了，1988年全日本企业的交际报消费总额接近5万亿日元。5万亿什么概念？差不多当时日本接近1年的国防预算。这意味着那一年日本白领在夜总会喝掉的香槟，在银座吃掉的神户牛肉，足够撑起一个国家级的开销。一个普通的科长手里握着几百万到上千万的月度签单权，这种公款狂欢直接推高了社交成本。在那时候白领眼里，工资只是零花钱，真正的财富是公司给予你那份的挥霍权利。但也是这一群白天被蹂躏的昭和机器撑起了银座夜晚最荒诞最病态的挥金如土。在那时候的银座，钞票不是货币，是通往极乐世界的门票。因为人们相信明天会更有钱，那就把今天当成最后一天来挥霍。既然这样，那如果给你1亿日元，回到1988年的日本银座，你第一件事会去买什么样的东西？你是去高级俱乐部，还是买车，还是买楼，还是买科技产品？1988年的东京最贵的东西不是丰田世纪，不是钻石，是银座脚下那一丢丢的土地面积。那一年银座1平米价值3200万。1988年的银座，白天银行用土地做抵押，再把钱不断给企业和地产公司，晚上这些钱就会变成俱乐部的香槟、出租车小费、穿着和服的妈妈和男人的身份竞赛。这些高消费都是用土地抵押刺激出来的。在银座，妈妈可不是普通俱乐部的老板，她是一套社会信用和财富的评级系统。在她的俱乐部里，可能有当时的党内候选人，有大手企业的董事，也有芥川奖的得主。谁坐什么位置，开哪瓶酒，谁介绍给谁，谁的账单由哪个公司来报销，这些都在重新排列男人的江湖地位。当时银座的高级俱乐部取名都不屑用日语和英语，得用法语，显得高冷而神秘。就像松本清张的黑皮革手册里，俱乐部名称就叫 Le Garnet Noir。如果说88年的银座有一张业之名片，那就是三口洋子和他的银座高级俱乐部。他是银座神话级妈妈，因为后来成了作词家、小说家，他的作品在1985年还获得了直木奖。俱乐部接待过作家、演员、财政界、体育界各种名人。白天男人们在公司、银行、地产局决定钱往哪儿流，晚上他们就要到三口洋子的俱乐部来确认自己到底算不算上人。如果三口洋子代表的是日本昭和银座的旧贵族，那么伊藤由美就像泡沫时代的新女王。伊藤由美18岁就进入银座，19岁成为宫田俱乐部的 No.1，22岁成为俱乐部修的妈妈。1983年23岁的时候，自己就开出了俱乐部由美，店面只有13平，小的像银座一个珠宝盒，但就是这个小盒子能让客人每天晚上在楼梯上排队，这很像泡沫时代的日本。空间越小，价格越贵，门槛越窄，身份越高。在这些俱乐部里，当时的男人们
不喝苏格兰 whisky， 他们只认麦凯伦25年。但只有一种酒最适合泡沫时代，因为它和泡沫经济一样，必须当场绽放，也必须在当晚消失。它就是粉红炸弹当贝利牛。威士忌可以慢慢喝，白兰地可以存在柜子里，但当贝利牛一开，声音、泡沫、瓶身，所有人的目光都会在同一时间瞬间爆开。那种虚荣心的极度膨胀，就是他们追求的极乐之乐。在1988年巅峰期，一个晚上的最高消费记录至今仍是一个谜。据网传，某位建筑巨头为了庆祝拿到东京都的心脏地块，当晚在俱乐部开了整整1枪的路易13，并点了当时最罕见的当贝利牛粉红香槟王，整晚的账单突破了1.2亿日元。这个消费当时可以在东京市中心买下2套高级公寓，但在泡沫时代，它只是银座街头早上的一堆漂亮的玻璃瓶。当然，这些都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大家都喜欢的俱乐部公关经理们。其中最传奇的就是被无数日剧视为原型的白板亚纪，这位可不得了。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出身，1987年还在早稻田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在日本桥老牌俱乐部工作。87年正好是日本泡沫经济冲到最高点的前夜。后来到了1996年，他跑到银座5丁目和7丁目开了2家高级俱乐部，名字叫稻叶。这件事当时还被 Fox 和富士电视台都报道过。他还参与了银座料影协会、银座绿化等项目，把自己转型成了银座文化经营者、讲师和地方性人物。当时他能记住几百名高端客人的喜好，还知道谁和谁可以坐在一起，谁和谁绝对不能同桌，甚至连公司财报，甚至他们的秘密都了如指掌。这种关系网就像松本清张写的，银座的俱乐部就是当时经济的后台服务器，在这里达成的口头协议，第二天可能会变成政策或者并购合同。他们晚上喝着香槟，早上听着 City Pop， 慵懒的去公司。为什么 City Pop 到现在听起来都这么有味道？Stay with me。当时的索尼 Walkman 就是让音乐从客厅走向了街道 ，City Pop 是为了行走和驾驶设计的节奏，就是 City Beat。这种调调完美契合了那一代白领在银座漫步或在高速公路开炮时的节奏。你看看所有的 City Pop 的封面，是不是全是泳池、棕榈树、跑车和加州阳光 ？City Pop 之所以好听，是因为它捕捉到了人类在彻底财富自由的那一刻那种近乎神性、不可一世的律动感。所以随身听一定是这个故事的起点。当时第一代 Walkman 定价是33000日元，这个价格差不多是当时日本毕业大学生薪资的1/3，所以在发售的时候，媒体和零售商觉得根本卖不出去。没想到发售2个月，首批3万台被抢购一空。到了1981年，全球累计销量破了50万台。一代的成功不是简单的硬件发明，它是索尼为个人空间提供了一种非常好的解决方案，精准击中全球都市青年保持个性独立的内心需求。随后的10年里，这台小机器上演了人类工业史上最疯狂的微型军备竞赛。1981年发售了2代机型 WM2， 在全球狂卖250万台。1983年推出了只要27000日元的 WM20， 这台机器不装磁带的时候比一盒磁带还要小。然后到了1985年的 WM101， 为了让职场的人能把机器塞到内袋还不破坏西装的轮廓，索尼甚至还倒逼了电池行业，还发明了扁平的口香糖电池。终于到了1984年，第一代便携式 CD 机 Discman D50 发售，它相当于4个 CD 盒的厚度，价格昂贵，但还是被抢购一空。这些产品宣告了昭和时代的音频便携化。这10年 Walkman 的极端进化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很像一部日本社会在现实中对抗拥挤的狂热史。但 Walkman 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和另一个产品放在一起就更有意思了。卡西欧的电子表，1983年第一代 G-Shock DW500C 问世，它颠覆了当时手表必须是精密品的刻板印象。卡西欧开发团队提到了一个当时违背常理的30标准 Triple 10，就是10年的电池寿命、10个气压防水和10米高度掉落不坏。但是 G-Shock 在当时发售早期销量非常惨淡，因为整个表太厚了，外表还是聚酯橡胶，看上去整个就像一个黑色仪表盘。但这款表后来在美国户外工人和警察那儿都卖爆了。紧接着逆向输入到日本，引发了男性狂热追捧。G-Shock 在80年代的流行代表了昭和时代日本人的那种时髦，不光是个人身份或者好看，他们开始了非常典型的工业化图腾崇拜。这2样东西放在一起，特别能说明当时的社会问题。他们暴露了一种昭和末期的都市心理，越来越密集，越来越通勤，越来越机械化的这种城市生活。日本人开始非常在意个人边界这件事儿。索尼的品牌能力是把技术做成精神生活，所以 Walkman 解决了精神边界。
卡西欧的品牌能力是把工具做成性格和身份的一部分，所以 G-Shock 解决了身份边界。这些能力的背后，其实就是昭和时代最核心的社会结构体现。接下来我们来到娱乐板块。80年代，随着日本中产阶级规模扩大，娱乐的支出在家庭总消费当中的占比逐年在提高。1983年7月，任天堂推出了改变全球家用电器历史的产品，就是著名的红白游戏机。初代定价14800日元，你没听错，这个定价策略在当时商业史上堪称经典。为了把价格压到任何普通家庭能购买的心理门槛，任天堂直接放弃了昂贵芯片，用了廉价但非常成熟的处理器。这个价格的社会反馈肯定是惊人的。在1984年1年里，红白机在日本本土销量就破了160万台。到了1989年，日本1/3以上的家庭都有这台机器。但在2月10号的那一天，全日本的大人和小孩都在疯狂地等待另一条恶龙。秋叶原、新宿、时代的店门口排起了长达数公里的恐怖长龙，时代排队人数直接飙升到了1万人。这是游戏卡带《勇者斗恶龙3》的发售现场。在那之前，《勇者斗恶龙》已经不是小孩的玩具了，它变成了一种国民级的期待。枯井雄二写故事，鸟山明画角色，苍山浩一做音乐，加上任天堂红白机这台统治客厅的机器，所有条件都齐全了。发售当天，日本各地玩具店、电器店、相机店门口全部排起了长队。根据日本警视厅相关信息，仅在东京就有超过300名中小学生因为旷课来买游戏，被警察现场劝阻并强制遣送回校。但这还不是最夸张的，《勇者斗恶龙3》红白机版买了380万套，首批110万盒卡带在几个小时以内被一扫而空。那些没买到卡带的不良少年埋伏在附近的巷子里，专门拦截刚买到游戏的小学生，拿走他们手里的 DQ3。一时间，夺取游戏成了当时的头条新闻，逼得日本国会专门开会讨论一盘游戏带引发的社会问题。因为这场骚乱，开发公司艾尼克斯后来和行业达成协议，定下了一条潜规则：以后《勇者斗恶龙》的新作只能在周末或者法定节假日发售。这就是日本游戏界大名鼎鼎的艾尼克斯法案。1988年，很像一个大型 RPG 的游戏系统，大人们在股市里刷金币，孩子们在虚拟里玩转职，企业用财技买装备，银行把信用值当成了魔法值。大家都觉得自己正在升级，正在进入下一张地图。接下来轮到昭和时期最有泡沫味的产品——通讯设备。今天如果我们谈起手机，肯定是方便、效率和高科技，但在那个年代，通讯设备代表的不是便利，是资格。1985年9月，日本电信，就是现在的 NTT， 推出了第一代便携移动电话，肩背式电话101，重量达到3公斤。这是一台你必须背着、提着，故意让别人看到的机器，像一个小型的公文包，看起来非常滑稽。而且路网要交纳20万日元的保证金，每月固定月租费是2.6万日元，通话费每分钟也要100日元。但更荒诞的是，这款产品没有因为成本或者体积滞销，反而在日本企业高层里成了抢手货。还有早期 NTT 和丰田日产的合作，大力推广的车载电话。80年代日本的通讯设备必须要有存在感，必须要让人看到，所以这些产品折射出来的不是科技进步，是当时昭和商务社会、男性社会和经济心理的一整套联动。你有车，你有电话，你在路上还能被找到，这不是麻烦，这简直就是荣耀，是一种我在社会上属于非常重要的证明。终于在1987年，日本第一部真正的手机诞生了，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手持式手机，重1公斤的 NTT TZ802，由日本电器 NEC 制造，连续通话可以保持60分钟，待机6小时。当时的保证金要20万日元到30万日元，签约路网费用要7万日元，月租费3万日元，通话费每分钟100日元。但当时的固定电话费每分钟才10日元，你想要有一台手机就要支出30万到40万日元，你就算放到现在也比苹果还要贵，所以买的人也不会拿它去包电话粥，一通电话必须短准狠，我到了，车准备好，人带过来，合同明早再谈。但还是没想到销售情况供不应求，一堆人在 NTT 门口排队交钱，就是为了能早一周能拿到那个黑盒子。到了1988年底，全日本移动电话签约数突破了20万，虽然人口普及率只有 0.2%， 现在看来是很少，但在当时已经属于爆炸式增长。那时候的精英们以拎着它走在街上为荣，哪怕手臂再酸，也要保持我随时在处理1000万级业务的姿态。接下来是一个让银座精英感到技术挥霍的东西，不是电脑，
是台昂贵的显示器，索尼的 Profile Pro 重达40到50公斤，你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花30几万日元去买一台又厚又重的27寸显示器。但在泡沫时代，这一台被称为黑立方的怪兽是所有精英客厅里的终极信仰。这一台怪兽有560线水平解析度，背后塞满了各种输入输出端子，可以连接各种机器。端子就是80年代的技术生态入口。今天你买电视机看的是 HDMI 的数量，1988年精英玩家看的是能不能接雷射机，能不能接录像机，能不能接电脑，能不能接游戏机，甚至能不能接外部音箱，这些还要一起接，所以它贵，因为它不是终端，它是客厅整个 AV 系统的中心屏幕。在精英的客厅里，电视柜上一定会放一台 Profile Pro。这种对纯粹性能的追求，本质上是和他们在银座开1.2亿的香槟是一样的，买的就是多余的溢价，买的就是为了让客厅看上去更像私人放映厅。有了这样的顶级显示器，你还得有配得上它的媒介。客厅的王座 Laserdisc 雷射影碟机，先锋在1980年早期大力推动雷射影碟机，推出了家用 LD 播放器。到了1988年，雷射影碟机处于疯狂的黄金期 ，CLD 770、CLD 970这些 LD 和 CD 都能兼容的播放器，当时标价已经到了几十万日元级别。但重点不是价格，重点是气质。一张 LD 影碟大得像黑胶唱片，金灿灿的反着光。当时的日本家庭，与其说拿这个看电影，不如说在展示一种未来数字化的优越感。很多年轻人可能都没见过什么雷射影碟机，一张巨大的 CD， 你拿在手里就像在操作某种外太空的设备。雷射影碟机是给懂电影、懂画质、懂高级生活的昭和精英准备的。那个时代，一个理想的夜晚是什么？不光是在银座可以开香槟，还可以凌晨回到赤坂的高级公寓，打开 LD 播放器，把好莱坞电影、音乐现场都投到大屏幕上。昭和末期银座最迷幻的地方，不是精英们突然有钱了，是整个社会都相信今天买不起没有关系，因为明天地价还会涨，今天花掉也没有关系，明天银行还会借。他们不是不知道贵，他们就是因为知道贵才要买。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东西越不必要，越能证明你有资格浪费。很多人以为那个时代都开法拉利，那是给暴发户开的。关于车，那个年代出现了一个词叫六本木卡罗拉，这不是说卡罗拉好，是讽刺当时宝马3系在六本木出镜率太高，就像买菜车一样泛滥。当时的泡沫新贵追求的是性能过剩，所以1988年日本车市爆发了著名的西马现象。尼桑推出了第一代西马，售价高达500万日元，这在当时的确属于天价，因为当时老钱的丰田世纪也就这个价，500到650之间。但西马一年就卖到了3.6万辆，这个车突然就变成了全民向上的欲望符号。这个车有个特点，就是踩下油门的时候，车尾因为强动力会微微下沉，所以西马这种独特的翘头推背感，让当时地产新贵、医生、律师、金融人士几乎人手一辆。但更有钱的玩家还会去玩一种叫 High Social Car 的系列，它是给那些泡沫时代的年轻精英、约会男、城市玩家开的，比如丰田索尔翱翔者、Mark II、切索尔追逐者，还有 Nissan Leapa。其中丰田翱翔者最关键，它是1981年出现，属于个人豪华集体车型。第二代 Z20 系列在1986年推出。这台两门轿跑在当时装了全世界最早最顶的彩色液晶仪表盘，全车有很强的高科技炫耀感。现在这些看来很平常，但在1988年这是黑科技的代名词。数字仪表、电子控制、豪华内饰、长车头、双门车身，还和 A70 Supra 共享平台。Supra 在1986年发布，也属于双门 Cooper 车身，定位是丰田的高端性能运动车。当时的日本车企在那个年代生意太好，太有钱，所以工程师也敢做，把涡轮啊、电子悬挂、数字仪表、4轮转向、空气动力学这些东西全塞了进去。它和平成时代的手机一样，代表的是另一种泡沫，技术泡沫。开着索尔和 Supra， 感觉自己有钱、有品位、有技术感，还有一点点不用上班的迷人气质。带着姑娘在首都高速上听着流行的 City Pop 卡带，那一刻他们觉得自己正开在时代的浪尖上。泡沫时代的车不只是贵，关键是要让你感觉自己已经站在了未来的门口。但和这些新贵不同，传统企业的昭和精英标配是奔驰 S、W126 时代的560 SEL， 但这么好的车在银座被称为小弟车，因为它是给公司高层或者大佬开道的。真正的老钱和权力人物不开最亮眼的车，他们要的是黑色车身、白手套司机、后排窗帘，安静的像个会议室，坐在后排的人才是真正的主角。比如丰田世纪，不是普通豪华车，是日本企业会长、政界人物、老派的财界人物最喜欢的移动会客室。这辆车只要停在银座某个大厦门口，旁边站一司机，财阀的气场就全出来了。丰田世纪在1967年就开始生产，长期作为丰田在日本市场的高端旗舰车型。还有日产总统，名字也很直白，总统、社长、
会长、董事长。他和世纪一样，都是那种车主不用碰方向盘的车，你开它反而不够高级，你坐后排才叫身份。所以最贵的车是给别人看的，最好玩的车是给自己看的，这才是昭和泡沫迷人的地方。当一个时代相信明天一定会更有钱，你会先买什么？80年代，据统计，全日本有 LV 包的女性比例高达30%到40%。这种消费平权的背后是极度的通胀幻觉。当奢侈品不再稀缺，人们就开始往更离谱的方向寻找刺激。1989年，东京银座有些中心地段的地价涨到了每平米3000万日元，一平米竟然几十万美金。如果你卖掉整个东京，说不定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剩下的钱还能去买半个欧洲。在这种地价涨幅下，东京的白领们早就失去了对土地的敬畏和耐心。只要你今天签下一张合同，哪怕明天房东反悔，违约金都够买一辆法拉利了。这种狂热还直接输出到了海外。那时候东京买房是不需要看房，没有现在的 VR 看房，没有互联网，只有传真机。澳洲的黄金海岸、夏威夷檀香山，当时的中介会把房产信息通过传真发到东京办公室，一张模糊的黑白图案，上面只有地段和价格，你只有5分钟考虑时间，超过5分钟，这套房子会被其他日本人抢走。很多人在夏威夷买了3套别墅，直到泡沫破裂，他们可能都没去过，甚至在地图上都指不出他们的房子在哪。他们在买房子吗？他们在买一种定价权的幻觉。他们觉得全球资产就像抓娃娃机一样，可以随意抓进口袋。这种盲盒投资的底层幻觉是日元永远升值，资产永远通胀，日本永远是世界的债主。这是一种典型的跨时空资产收购。1988年7月到9月，每周四晚上10点钟，东京任何一间高档公寓里，几乎每个年轻女性都在紧盯着富士电视台。那3个月，一部电视剧拉开了日本电视剧史的黄金时代。这部剧就是《想拥抱你》，主角是2位同样叫前野的女演员前野温子和前野优子。媒体和粉丝称他们为 W 前野。在戏里，他们住在东京港区最时尚的代官山，拿着高额薪水出入高级法餐厅，在霓虹闪烁的露台上晃着香槟杯，谈论着自由恋爱。这种港区精致生活成了1988年所有日本女性的宗教信仰。为了变成前野，全日本女孩开始疯狂改造自己的皮囊，她们留着一头及腰的黑长直，或者烫成蓬松的波浪卷发，出门穿着夸张垫肩和贴身连衣裙，画着88年标志性的粗眉，嘴上涂着圣罗兰复古正红或者桃粉色口红，耳朵上还要挂着金色大耳环。这个时代不只把女性变成了消费主角，连男性也没有被放过。当时这些泡沫女孩身边围着好几个不同功能的工具人，他们还给这些工具人起了泡沫时代特有的绰号。开宝马随叫随到充当司机的叫竹君，在银座高档餐厅买单请吃大餐的叫饭君，负责在情人节购买香奈儿包包和蒂芙尼珠宝的叫贡品君，留在身边作为结婚备选的叫刘君。在这种女性掌握挑选权的食物链顶端，男性外貌也第一次像商品一样被分类。1988年，日本流行语里出了2个非常有泡沫味的词，叫酱油颜和酱汁颜。所谓的酱油脸，就是那些长相清秀、线条干净、具有典型日本传统美感的男性。代表人物就是当时红透半边天的吉尼斯偶像少年队的东山纪之。酱汁脸呢，指的是那些五官深邃、轮廓立体、带有西方混血感和雄性荷尔蒙的长相。代表人物就是当时作为时尚杂志当家男模，后来成为国民男演员的阿部宽。你看泡沫时代，连男人的脸都被分成了口味，淡一点的是酱油，浓一点的是酱汁，好像走进餐厅点菜一样，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消费男性外貌。这背后其实是电视、偶像、女性杂志一起塑造出来的新市场。88年，一本专门针对单身女性的杂志《Hanako》创刊，引发了疯狂订阅潮，还诞生了一个新词叫 Hanako 族，指的就是那些手握支配资金、喜欢去海外旅行、购买奢侈品、对男性外貌和品味挑三拣四的年轻女性。在满屏前野和 Hanako 的共同塑造下，泡沫男儿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内卷，他们必须把自己打扮成标准的酱油脸或者酱汁脸，穿上昂贵的 Giorgio Armani，喷上香水，学会体贴的为女性拉开车门和椅子，才能在这场泡沫舞会中生存下来。昭和时代的东京，当时就像游戏和漫画里的赛博朋克未来城市。而丹下健山这位昭和时代的建筑教父提出了特别重要的东京计划1960。这个计划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关注，因为丹下最疯狂的地方不光想把东京往海里推，他还要把整个基础设施变成土地，让东京像活物一样增生，主干固定，功能单元可以不断的往上接、往上涨、往海上延伸，最后变成一个可以接模组、换器官、扩展骨架的有机生命体。传统东京是向心辐射结构，人群都向市中心流动，交通像漏斗一样，所以当时丹下认为这种向心结构不适合现代巨型都市，他提出了一条大概18公里长的线性结构。因为交通系统是整个东京计划的灵魂，这条线从东京市区一直伸进东京湾，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城市脊椎，就像艾伦发动地名的始祖巨人一样，中间是一条巨大的交通和公共轴线，从两边长出住宅、商业、工厂和公共设施。
同时单项还抛出了人工土地概念，通过高架平台、人工岛、海上结构，把整个东京湾变成可以立体居住、通勤办公，还兼顾生产的新城市。计划可以分流容纳500万居民，减轻旧东京的压力。这就是新东京。阿基拉里的新东京就是把这种填海造陆的昭和幻象完全视觉化。这种理念认为东京应该像一个有机体不断生长。阿基拉里那种血肉和机械融合的恐怖场景，其实是对过度扩张、失去控制的城市极度隐喻。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好奇，为什么大有克洋的阿基拉这种神作只会诞生在80年代的日本？因为阿基拉反映了当时日本一种俯瞰世界的癫狂。在大有克洋的笔下，2019年的新东京就是全球科技、金钱、权力的核心，是对自身力量的恐惧和自豪的混合产。它告诉世界，未来根本不属于欧美，未来属于日元和精密零件。在那个没有 CG 和 AI 的时代，这部动画片每一帧光影、每一道激光射线全是靠手绘。为了追求极致的光影感，制作方专门为阿基拉研发了50几种专属色，全片使用了327种颜色，制作费当时达到10亿日元以上，在那个时代简直就是天文数字。片方给大有克洋的预算是没有上限的，这就是泡沫时代的癫狂。只要你东西够好，预算没有上限。1988年，日本文化圈出了2个第一，还都和中国有关。首先是大师贝托鲁奇执导、松竹发行、教授配乐、尊龙主演的《末代皇帝》在1月份上映，泡沫倒计时由此拉开序幕。电影内容出自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和庄士敦的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庄士敦当时是溥仪的英国老师，他的回忆录被拿来表现溥仪在紫禁城的最后生活。上映以后，电影的配给收入达到了24亿日元，成为当年日本进口洋片榜的收入榜眼。这里补一个冷知识，99年以前日本电影不用票房数据，用片商拿的分账作为统计口径，所以叫配给收入。但是如果看过这部电影的，应该都有同一种感受，就是教授的配乐甚至超过了电影本体，所以大部分的日本票房贡献应该都是冲着坂本龙一去的。1988年3月，《末代皇帝》在60届奥斯卡上拿了9个大奖，其中就包括坂本龙一和另外2位的原创配乐。当时的教授也是一位泡沫弄潮儿，玩电子摇滚乐，长相俊美，精通英语，代表了新时代的前卫音乐家。他获奖的消息传回日本，国内舆论彻底沸腾了，电影院排起了更长的队伍，报纸还专门发了号外，称他为世界的版本。这个称号自此成为教授一生的标签。他的配乐成了咖啡馆、百货大楼，甚至客厅索尼音响里的背景音乐。当时 Keyboard 专业的音乐杂志深度解析了配乐制作过程。教授用最先进的高科技采样合成器，把中国的二胡、琵琶等音色融合进了皇家爱乐乐团的管弦乐。88年，教授的凯旋并非是一件孤立的文化事件，它完美的变成了泡沫经济巅峰期的精神催化剂和颅内文化高潮。当时泡沫时代看末代皇帝，表面上是在看清朝最后一位天子，其实都在面临崩塌的处境。荧幕上的溥仪从高位跌落，荧幕外的昭和同样也站在命运的最高位，这一切仿佛都充满了宿命感。同样，1988年6月，代表新时代的动画电影《龙猫》《阿基拉》上映，但他们在票房上都输给了一部中国题材的历史片。这一部电影配给收入竟然达到了45亿日元，意外的成为当年日本本土电影的配给榜第一。电影的主角是年轻的佐藤浩市和西田敏行，由传奇导演佐藤纯弥拍摄。这部戏是日本和中国合作的超级大案。电影改编自日本文学巨匠井上靖1959年的同名小说《敦煌》，它和另一部《楼兰》构成了井上靖最有名的西域丝绸系列。NHK 还特意播出了文化特辑《丝绸之路》。整个80年代，日本社会都很沉迷这种中国的西域文化，所以电影《敦煌》把这种迷恋感推到了商业娱乐的极致。78年到88年这段时间是中日双方10年蜜月期。电影《敦煌》的日本团队在戈壁待了整整8个月，期间中方动用了大量群演、马匹、外景来配合日方。当时为了拍摄西夏军队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和战马，中方就把本来的上影场调整成了81电影制片厂，动员了数万名士兵参加西夏骑兵大战的场面，光电影制作费就高达45亿日元。这笔投入后来几乎等于收入。投资方日本德间资本还花了2700万人民币，按1比1直接还原了一个15万平方的敦煌古城，按照《清明上河图》的样式建造，街道、当铺、客栈、酒肆、佛堂，重现了边塞风貌。当时的日本拿出几十亿去中国西北拍了一部中国史诗剧，回到日本放映还差点亏钱。这种不差钱的格局还真是泡沫时代的底气。丝绸之路、宫廷王女、佛教书经这些东西放在泡沫时期也变成了一种最高级的文化信仰。
这是东京乃至全日本肾上腺素最高的地方。门口停着奔驰、宝马、丰田世纪，穿西装黑服的保安站在门口，像海关一样检查你的衣服、鞋子、脸和气质，还有你身边带的人。这就是泡沫时代最有名的高级 disco 之一——马哈拉贾，一个属于癫狂昭和时代的终极欲望符号。推开那扇大门，里面是一个用金箔、大理石和水晶吊灯堆砌出来的地下帝国，震耳欲聋的电子舞曲 ，VIP 包厢里香槟的木塞声、晃动的羽毛扇和紧身连衣裙，此起彼伏。如果说趋势剧是荧幕里的童话，那马哈拉贾绝对是肉体狂欢的现实殿堂。当时日本社会最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一间顶级夜场的消费主力军，居然是一群20岁出头的在校大学生。1988年，街头八卦和周刊文春上出现了类似大学生靠兼职月入50万出入6本木的高级会所这样的报道。这并不是什么假新闻，但它更像那个时代的金钱神话。只要你愿意动，你就能捞到钱；你能捞到钱，你就能进入到更高级的场子。只要你进了高级的场子，你就离真正的泡沫上层又近了一步。在当时资金泛滥的泡沫时代，劳动力极度缺乏，企业为了抢人开出天价，面试还送你钱。大学生去房地产公司发传单，高尔夫俱乐部做兼职，或者在这些证券公司做助理，轻轻松松都能拿到30万到40万日元的月薪。注意，这可是1988年，所以那个时代年轻人的金钱观已经崩塌，他们相信的是暴富、股票、夜店、名牌和跑车。男大生开着高档进口车来接女大，在 VIP 包房里一掷千金，女大生拿着打工赚来的钱，把香奈儿和路易威登当成日常的买菜包。同年1月，6本木另一家高级夜场发生了照明灯事故，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这个事故再次显示了一个不太吉利的隐喻：泡沫生活的天花板其实已经开始松动，只是那个时候电子音乐太大声，没人听得见，也不愿意听。夜店的人还在跳，证券公司的人还在喊，电视里的钱也还在挑三拣四，孩子们还在卡带里打恶龙。所有人都觉得接下来将会是更大的时代，但没有人想得到，这已经是泡沫倒计时的最后一舞了，离真正的崩塌只剩下365天加8天。1988年12月31日，光源市7个脚踩旱冰鞋的少年在红白歌会上穿着耀眼的羽毛装，在粉丝们的欢呼中滑向了他们的天堂。飞鸟良为光源市写下了这首统治时代的国民神曲《银河天堂》。如果你仔细去看歌词，你会发现这是飞鸟良为崩塌倒计时写的黑色墓志铭。歌词大意是：欢迎来到这里，一起在天堂里玩耍吧，用大人编织的梦造一艘飞上太空的飞船。当时所有人都以为1989年这艘梦境飞船还会继续无限制的升高。日本银行新任总裁三重野康高位接盘，被后来的人称为平成之鬼，因为他向媒体号称我和通胀只能活一个。他无法忍受这种全民癫狂，直接按下了红色暂停键，加息收紧。短短1年，东京股市暴跌40%，市值蒸发掉了一个英国的 GDP， 银座地价开始融化。据经济学家估算，一个泡沫破裂过程，整个日本国民的资产损失高达1500万亿日元，是日本全国整整3年的 GDP 总和。那些通过盲盒买房的白领，一夜之间欠了银行一堆贷款，而且工作3辈子可能也还不清。那些花几个亿日元买下高尔夫会员证的精英，手里只剩下一张废纸。500万的昭和机器一夜之间变成了街头游魂，但他们依然在24小时战斗，不是为了奢靡，这次是为了在不断倒闭的企业里保住饭票。现在的博主都在感叹失落的30年，都在劝诫年轻人不要低欲望和躺平，但看完今天的深度癫狂，你还会这么想吗？现在的东京空气里没有钱的味道，只有淡淡的清冷。虽然那是一场终究会破碎的泡沫，但在这个毫无生气的时代，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给你一张通往1980昭和的单程车票，你会选择在黄金美梦里癫狂，还是愿意留在现实里清醒，做一个旁观者？Think Biz 带你看透商业的背后。我们下期见。